也不知道啊，他们那儿的人是多困，怎么老得觉醒。反复觉醒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北美社会彻底的丧失了整体文化意识形态建制的可能性。教序彻底的丧失之后呢，美国各个区域之间就成为了一个平行的关系，不同教派各自为政，最终形成了不同价值倾向的州政府。美国宪法写有上帝，但没有耶稣；有神，但没有神的体系。美国不只是宗教如此啊，建立在流民社会基础上的一切秩序都是如此。在政治上，相信任何人都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只有强盗、流民和暴发户构成的社会才会持有这种政治见解。所以，讨论美国政治要先理解美国的历史，历史又是由人来构成的，有怎样的人就会构成怎样的社会，就决定了该国的政治生态是怎样的。我们讨论特朗普望之不似人君之前，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会选出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什么样的制度选出了特朗普。同样，不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美国必然在跟我们的较量中内部逐步崩溃，而是它的社会构成，它的人民的历史决定了美国会在失去霸权红利之后面临巨大的反噬。唯制度论其实更像是美国这样一个毫无共同意识的国家给全世界讲的一个自吹自擂的谎言。美国把自己的诸多经济成功掐头去尾的打扮成了制度优越性的必然结果，但是到现在就发现根本经不起推敲。现在美国的霸权制度失效，很多自我标榜的优越开始露出了马脚。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是个小政府的国家，是人民做主的国家。美国政府一停摆，是不是就看出来了美国政府它小吗？实际上，美国政府雇员数量极其庞大，可以说是冗员严重。狭义公务员人数为936万，而我国的人口是它的接近4倍，狭义公务员的人数为719万，这都没算办事效率的情况下做出的比较啊。美国可没有只跑一趟这种好事儿，而且按照西方小政府就代表了更自由的社会这个角度来说，还有好大一部分公共职能是政府不管的，也就是说，巨多的人、巨大的开支和巨慢的办事效率，其实只承担了我们这种所谓的大政府的一小部分的职能，肯定不能像我们连受到诈骗的人转钱都要拦着管着帮忙追回损失的地步。美国每年被诈骗的金额是非常大的，然而呢，大家各凭本事防诈骗啊，没人管这个事儿。所以大家讨论美国是小政府的时候，千万要理解，西方的小政府小的不是人员和规模、资金开销，而是效率低、职能少。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如此冗员、冗官、冗费，还效率这么低呢？这得反过来理解，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也就只能按照当前的效率管这么点事儿。要是让他们按照像我们这样实现基层治理、面面俱到、一窗通，那都不是花多少钱弄个多大的政府班子的问题，是根本做不到的。西方强调小政府，这儿好那好，根源的本质是他们了解自己的人都是什么特点，他们的人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进而就决定了他们的政府就是贪婪的、腐败的、鱼肉百姓的、效率低下的。小一点呢，在效率和消耗社会资源之间呢，还能做出一个平衡。他们的政府大了之后，就必然是个无底洞一样侵吞着社会财富的存在。他们的人民一直没有办法有效地制约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才是他们迷恋小政府的根源。这也是川普要借这次政府停摆削减人员的核心因素。这些人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花了很多钱，而且调动不了。打击民主党其实只是其次，因为他也有权利直接替换掉民主党的官员，并且美国的官员不是议员，他们本身的政党立场其实是可以随时转换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党的官员在反对川普，是整个文官集团都不配合川普，因为呢，他们都是来搜刮民脂民膏的。川普和文官集团之间它是有利益冲突的呀，这才是关键。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的政府效率高，而且管得多，也不是单纯就是因为我们优秀，本质上是因为历史证明了我们只允许这样的统治存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压力是巨大的，也是正面的。至少在我们的土壤上，怎么都开不出这种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体表达给人民丢粪的奇葩。就算上一位望之也不似人君的败老头，也就是拉在自己的纸尿裤里。这一再刷新我们认知下限的操作，其实暴露的是美国现在巨大的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之尖锐。
白宫层面已经无力也不愿意调和国内矛盾，甚至大有不断的激化美国这种流民社会的矛盾，以稳固自身的基本盘的倾向。这样做虽然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力量，却能保证自己的权柄稳固。美国现在的首要矛盾是跟我们的发展之间的竞争的矛盾，可特朗普的首要矛盾却是权柄还能够继续握多久的矛盾。今天美国法院批准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评判，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流民社会这个底色之上政府冗员鲸吞国家资源只能算是小感冒，真正要命的是军队向内。以目前特朗普的种种操作来说他想突破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2届的最大可能性就在军方，而美军方在战力不足以对外掠夺，且打开了向内维稳的先河之后，可以说是打开了向内掠夺的新世界的大门呢。而流民社会是分化的，届时美国极有可能快速的向东汉末年的乌堡经济模式滑落，甚至可以说美国政治突破底线的速度是我们的决策层规划里最大的变量。因为轰然倒塌的美国并不是我们需要的经络，我们要的是慢慢萎缩的霸权。所以我们必须在美国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波及全球经济之前做好十足的准备。我想这也是这次提前审议5年规划的原因之一。变革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它总是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完成的质变。我们就在这样一个3大周期交汇的百年变局之中，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投资方向，站在趋势的主线的核心的一方才是最好的避险，是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的关键。希望大家对于当前的局势都能有所把握。明天中午12点我们有一场直播，欢迎各位预约一下，我们一起聊一聊形势比人强到底还有哪些形势可以分析。